is waiting. 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洋洋先祝大家情人节快乐。那今天的话，情人节算是西洋的日子，但我们还是可以看看月老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最左边第一组是女祭司，中间第2组是审判，右边第3组是国王牌。那这样的话由左至右，选择你最有感觉的一组。那月老的部分的话呢，它除了掌管爱情之外，也有掌管人际的关系。所以今天的占卜的内容，我们会一起来看看月老在对于选到牌组中爱情以及人际关系中有什么样的讯息想要告诉你们。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咯。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女祭司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的地方，你目前对于爱情还有人际关系的想法。那这句话呢，在牌面上洋洋会感觉到在选到这组的你们过往的感情的经历，或者是说你们曾经在爱情的道路上面，你们一定遇到了很多的痛苦还有不顺遂，又或者是你们曾经呢本来对于爱情是非常的向往，也会很希望自己可以遇到自己一生的挚爱，也有可能是你们会也很喜欢所谓跟初恋的人跟初恋的人就可以在一起到永远。那看起来呢，你们一直以来在人生的道路上所经历的爱情的种种，总是会让你们感觉到失望还有难过，是没有办法得到你们所想要的。无论你们在爱情里面付出了许多，又或者是你们很努力的想要让对方感受到爱的感觉，然后想要营造出一种爱的氛围，但是似乎上天并没有看见你们的努力，所以现在的你们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无止境的等待，无止境的伤心的时候之后，所以现在的你们是会把自己的关注力是比较着重在于会把你视为很重要的人的身上。所以现在你的话并不会以感情为主，反而是以家人可以一直以来都陪伴你的朋友，然后都是那种认识还蛮久的人的朋友才会是你比较看重的人，所以你现在会把很多时间金钱都放在他们身上，但也同时代表着说你现在的话虽然把很多时间放在你所想要珍惜的人上面，但你还是很渴望有一段爱情，有一段关系，只是你不会很主动去认识新的人，或者是说你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付出太多，你会尽可能的把自己所谓的专注力放在你们自己身上，不希望再把多余的时间、多余的金钱，应该说也不能说多余的金钱，应该是说你们本身现在持有的金钱不想要放在不重要的人身上。所以呢，选到这组的你们，其实你们心中很渴望爱情，只是你们不敢去相信。那目前的话，你们就是比较是顺水，就是顺其自然，无论在爱情的部分或者是人际关系的部分，爱情已经不会是从本来是你们的第一位，现在已经再也不是第一位，你们也不敢把它放在第一位。好，那这样的话，如果说验证牌有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我们看到在关于人际关系的部分，月老是想要告诉选到这一组女祭司的你们，其实在对于爱情的话，你们以前真的是把爱情看得比较重，
然后把自己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同事，又或者是非爱情的，就是跟爱情无关的人的话，你们其实以前比较没有那么重视，或者是说你们以前会比较以爱情或者说以爱人为主，或是说以喜欢人的对象。那你们以前呢也会太过于的对于你们自己所喜欢的人，你们会付出非常的多，然后不断的去照顾对方，但也因为这样子造成你在对于说自己身边的人的话，会容易有一种忽视，或者是本来应该要经营的关系，你们也没有去做承诺，或者是没有去做这方面的照顾，那就容易会导致于说，现在的你们虽然把专注力放在你们自己身上，又或者是想要去照顾到现在，或者是想要去经营身边的人，就是不会在以爱情为主的情况之下，你们只是把所谓的专注力放到另外一个人身上，或者是说放到另外一段关系身上，但却也忽略掉其实你们自己心中或者是别人的感受。所以你们心中虽然是很想要去笼络好这些关系，笼络好我们这些的人际关系，但你们却也没有意识到说，有可能你们现在过度的付出，或者是说太过于努力去经营这些人脉，你的这些不自然反而会造成别人的一种的压力，其实也造成你自己心中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你们应该还蛮常觉得现在的你们好累，为什么要没有一段关系可以成为你们的归属感，反而要去找今天是 A 朋友，明天是 B 朋友，后天是 C 朋友，为什么没有固定一个人？其实你们真正所想要的只是一个可以永远照顾你们，或者说可以一直接纳你们。因此呢，现在的你们的话，反而会认为自己是不是比较缺乏魅力，然后就想要去从朋友身上得到所谓的关注的这种感觉，所以你们会一直不断去为对方付出，或者是说会想要投入很多金钱，投入很多的时间。你们自己心中现在真的还蛮累，所以月老会希望说，其实你们应该要去意识到你们到底真正想要什么。那在人际关系跟爱情之间其实可以取得平衡的。虽然现在月老呢，他引导着你们，或者说只把你们去，现在没有感情了嘛，那你们现在只是把所谓的感觉或者是专注力放在朋友身上，其实这也是月老想去让你们知道说，人生并不是只有爱情，那但有朋友，但是在你专注在朋友身上的时候，也要去留意到朋友是不是真的也想要有你这样子的付出。有可能你的朋友只是会希望跟你可以当点头之交，或者是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并没有想要那种太过于黏腻的相处在一起，或者是说也没有希望你过多付出，因为你有时候会太过于渴望别人把他的专注力或者是他的心思放在你自己身上。其实月老会反而希望说，在人际关系的这个部分，你要先暂时的慢慢的稍微抽离一点，不要让自己压力这么的大。你太过于付出的情况之下的话，你不仅感觉到很累，对方也会非常的累。然后你现在目前对身边的人的话，也不要再花太多的钱，你们已经有点花太多的钱了，那其实对方也会有点有压力，那你们自己本身现在也会有一种入不敷出的情况。你们一定要记得把所谓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因为在一个每个人的感情里面，或是人生里面，一定要懂得学会跟自己做一个单独的相处，因为以牌面上看起来是你们比较没有办法，没有人陪伴着你们，所以你们其实现在应该过得真的还蛮累，然后也常常觉得明明旁边有人陪，可是为什么你心中会觉得有一种孤单，或者是有一种惆怅的感觉。那么接下来看到在月老要给予你们爱情的讯息，是在一段感情之中，就算对方再怎么努力的想要付出，或者是想要在你们面前展现他在对于这段关系的在乎，又或者是
你们身边的人应该是也有人对你们有表示一些的好感或者是好意，但你们因为在过往的感情的经历里面，总是有受到许多的伤害，又或是没办法完全去放下过往感情中的伤痛，所以在对待身边对你们可能有意思，或者是你们所喜欢后来的人的情况的话，会容易的把自己最真实的想法、自己最真实的感受给隐藏起来。虽然无论对方做出了再多的努力跟再多的付出，你们也依然呢是没办法完全的去相信对方，并且呢容易会对于对方的付出抱持许多的质疑，又或者是没有办法完全的相信对方，以及呢也会对于对方的许多的行为会有一些的，就是除了质疑之外，你们也没办法去相信他，然后你们会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会去迎合他啊，或者是会愿意跟他有一些互动，但你们还没有打算要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你们自己本身在内心里面是非常渴望一段关系，非常渴望一段稳定的感情，你们非常的渴望可以遇到真正适合你们的人，但在这遇到真正适合你们的人之前，会容易用一种过度审视的态度去看待每一个对你好的人，那就会容易让你们的关系之中筑起一道的高墙。所以呢，在塔罗牌的部分的话，月老会希望说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其实你们要慢慢的去放下过往感情里面所造成给予你们的伤痛。虽然在之前你们的感情是总是空欢喜一场，又或者是你们不管再怎么努力的去付出，对方都对于你们的态度都没有办法回应给你们，或者是没有办法回报给你们，让你们渐渐的对感情再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去信任跟相信。那同时呢，这组的你们也容易会出现把自己对于挑另外一半的条件会不小心看得太高，就是你们自己本身的能力是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你们心中所想要那样的人的条件，所以也会希望说你们可以去稍微思考一下，可能自己是真正适合什么样子。如果说你们真的想要谈一段感情跟一段恋爱的话，你们应该要跟适合你们的人在一起，而不是只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因为适合你们的人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代表你真的很爱他，但至少你是能够得到一份感情。那其实也可能你们也可以透过日久生情的方式，慢慢的对对方产生一些的好感。其实你自己本身是有爱人的能力的，希望你们能够去相信你们自己，然后好好的去认真思考你们究竟是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感情。有时候感情里面所碰到的问题，或者说所碰到的课题是要让你们去学习去跨越的，但是你好像似乎都一直用一种比较逃避的方式跟心态去面对。这边的话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如果需要预约手工饼干的朋友，也可以与洋洋做联络哦。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接下来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审判牌的朋友，在验证牌地方，你目前对于爱情、人际关系的想法是什么呢？那这边的话，似乎在选到这一组的你们，目前的你们可能在对于人际关系的话，你们已经不再是像以前一样那么的强求。对于自己身边的人，你们依然呢会愿意尽心尽力的照顾。对方有需要你的帮忙，你就会乐意的去为对方付出，或者是去照顾对方。如果对方不需要你的话，你也不会一定要待在对方的身边。无论在面对于感情，或者是说在面对身边的亲朋好友的话，你是会更加的把自己的专注力放在自己
的适合的人身上，或者是愿意善待自己的人。那在对身边的人呢，你也会愿意或者是愿意无私的照顾，或是把你自己所会的、所能够分享的，你都很愿意跟他们做分享。其实在过往的你很看待、很看重每一段的关系，每一个身边的缘分，或许是因为成长的经历，如果说身边所碰到很多外来的因素，导致于呢，让你在对自己的人生，或者说对待自己身边的缘分，你们开始呢是采取以比较愿意比开放，或者是一个比较没那么专注的一个心态，所以会把每一段缘分是属于在那种及时行乐，或者是把握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洋洋再感受一下这一组牌组给予你们可以什么样的讯息呢？好，那这边的话看起来似乎比较多的人呢，或许是在比较容易会受到家庭的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是会有人比较去照顾到你的心情，或者说你生长在一个比较甜蜜的一个家族的关系里面，所以呢让你是这个人本身是有满满的爱，或者是会比较有自信，能够处理或者是善待身边的每一个的缘分。那在塔罗牌中，也会认为选到这组的你们中有比较多的人是属于在水象星座的人居多，例如像是双鱼、天蝎或者是巨蟹的状态。好，那如果说一段缘分可能离你们远去了，或者是跟你们开始慢慢的比较没有联络的时候，有时候你们心中难免会有一种孤单的感觉，会觉得又有一段关系离开了自己。那目前的你的话，在对待爱情，你们也不会太过于强求，那你们一样还是会很善待，或者是很努力的对待对方。不过洋洋会认为，在牌面上的话，这组的你们目前的生活应该算是还不错的，不会到太糟糕。所以洋洋会认为还是算是蛮恭喜你们，也可以说是真的辛苦你们了。从一段过往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比较紧密的关系，后来开始渐渐的比较疏远的这样的状态，其实你们心中有度过了蛮多那种煎熬的时刻。好，这边的话呢，就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讯息。那如果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我们来去往下看，月老要给予你们在人际关系中的讯息是什么呢？好，这边话洋洋会认为说，似乎月老是想要告诉你们说，你们自己本身是有还蛮大的磁场的能量，你们也会非常的照顾他人，然后照顾他人所给予的善报呢，是能够会再回到你们的身上的。那当然在面对于人际关系之中，你们付出了这么多，你们不应该去太过于强求对方一定要给予你们回报，又或者是说不希望你们一定要希望跟对方可以长久的相处啊，或者说跟对方的羁绊变很深，就会去刻意的营造，或者是说去刻意的控制对方。那有时候当对方如果说踩到你的底线的时候，那你们也要记得要有所反抗，或者是要有所的拒绝，不要被对方完全给控制住，又或者是说被对方给情绪勒索了。你的温柔，你的善良不应该被那些想要利用你的人给控制住，你们必须要去仔细的聆听你们自己的声音，以及呢展现出你们最真实自己的那一面，还有你们要去能够相信你们自己内在的声音所给予你们在对于说人生中的一个讯息跟资讯。那似乎在选到这一组的你们，有一部分洋洋会认为说，或许在你过往里面
可能有被别人给劈腿，或者是说你有曾经非常重要的亲人或者是朋友有离开了这个世间上，所以导致于让你在对待人的之间的缘分的时候，你难免会有比较会想要更加的珍惜，然后就会想要去抓住每一段的关系，然后把它看得很重。那当然也是因为曾经有这些让你觉得比较伤痛的经历，反而会让你会更加的懂得去如何照顾别人的心情，或者说照顾到别人在比较细腻的那个部分。可是就会有的人呢，他是没有办法去珍惜你的，但有时候你因为这样子过度的付出，其实你自己也很累，月老也觉得你很累，他很舍不得你这么的辛苦，所以他会希望说你可以从曾经的已经失去掉的人事物中，慢慢的走出那个伤痛，因为你是值得被爱的，你是值得被任何人给善待的。如果说身边的人是没办法回馈给你，或者是你自己也觉得很累，想要有所放松的话，那么你们千万记得要以你们自己为主，不要再像过往一样一直的去为了巩固每一段关系，或者是说珍惜每一段关系，让你们太过于劳累，或者是忘记了你们自己的个人在心中的一个需求。这边的话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月老想给你们人际关系的资讯。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就是在月老所要给予你们的爱情的讯息。那再来呢，就是在塔罗牌的话，月老想要告诉你们说，其实你们一直以来都是有受到曾经过往在爱情中的伤害，无论是一个故事，或者是一则新闻，或者是你们曾经是真的有谈过一段恋爱，那在无论是属于哪一种的情况下，你们还是都会有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导致于说让你们在对于自己的爱情的时候，有时候会太过于理智，又或者是会把感情看得太过重要。那这太过重要的话，比较是会想到太多，比如说可能跟对方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就已经在想以后的未来的日子是要怎么走，或者是以后的生活或是感情要怎样去经营，但是你明明可能才刚好跟这人才刚刚认识而已，就已经想了这么远的，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有可能有的人在对于感情的话是比较不容易有坚持，或者是并不容易把自己投入在一段关系里面。其实这些都是来自于说你自己在对于感情的部分的话，你是因为在过往呢，你受到这些的伤害，又或者是你都没有办法去原谅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导致说让你之后在对于感情的面对感情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失去自我，或者是会不小心会容易的失去你在对于爱情的部分一个比较正常的判断，你容易会有出现一些比较极端，或者是容易会有不安全感，或者是没有办法从一段关系之中找到一个满足的感觉，会觉得这段关系或者是你的爱情总是好像会有受到迫害，或者是对方是会欺骗你，或者是对方是不是会背叛你，又或者是对方是会利用你，就是你总容易会想到很多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多余的一些的感受，然后就会影响到你在对于面对爱情的时候的一个自信心。其实你心中非常渴望爱，但是你又容易会表现，或者是会容易让自己沉浸在你失去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算对方他给你再多的爱，或者说对方他愿意为你再多付出了什么，但你还是会容易的没办法能够感受到对方他觉得他付出了100分，但是你可能只有感受到50分，那当然对方久了可能也会累，那你自己也会觉得心很痛，因为你就是没办法感受到他就是他的付出的那100分，然后所遗失掉的50分的这样情况，其实就是源自于说你是还没有办法去接受，或者是你还没有办法去原谅过往的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的事情。那当然有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办法曾经原谅那些伤害你的人，或是你还没有办法放下
这些的伤痛，所以才会过于的理智，甚至有的人会用比较极端的方式去展现出自己的比较没有安全感的那一面，就比较难会谈入到一段的关系里面。因为其实你们非常渴望爱情，但是你们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去掌握好爱情。因为爱情里面如果说只有一个人去做付出努力的话，终究还是会有结束的情况，必须要两个人相互的成长，才有办法让一段感情有办法继续的往下走更长远。好，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帮助，或者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如果想要订购手工饼干的朋友，也可以与洋洋做联络哦。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接下来我们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皇帝牌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可以看出来说，你目前其实在对于自己的爱情呢，或者是人际关系上的想法的话，你会很努力的想要去做到别人所对于你的认可，或者说别人所给予你一些还不错的评价。那你自己其实也很喜欢去照顾人，也很喜欢把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和他人做分享。那你也非常渴望一段稳定的感情。其实这一组是所有3组里面最渴望，这样就是在目前的话，其实非常渴望会有一段稳定的感情、稳定的关系。你自己现在你会觉得，应该我洋洋不知道说你是有没有发现到，或者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你很渴望会有一个人可以让你去照顾他，或者是让你可以在他身边的时候，展现出你自己一个最棒的价值。其实你本身是应该是说你的外在所给人感觉，或是说你自己应该会认为你很想被别人给呵护，你很想被别人给爱。可是在日常生活中反而都是你去照顾人比较多，或是说你主动的去帮助人比较多。就是你在对身边人的时候，你是非常有同理心的，你非常有同情心，也非常的有爱心，也非常的有耐心。你会为了一个人，然后就是掏心掏肺，然后或者说为了一件事情，只要是自己的好朋友，一定会两肋插刀，就是一定会帮助到他非常的多。可在面对爱情的时候，你也会非常照顾到对方，他需要什么，他不用讲，你马上就准备给他了。你有什么就会跟他分享，而且是完全全部跟他分享，你一点都好，就是你完全没有任何的保留。可是因为你在目前的状况之下，你虽然是展现的如此的那种有爱，或者是如此的耀眼，可却没有任何人发现到，其实你内心里面是感觉到非常的孤寂，感觉到寂寞，你是非常缺乏安全感，你非常希望有人可以发现到你心中那个比较脆弱的那一面，或者是你在对于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上建立的话，你是非常没有安全感。你为什么会去让别人会产生出一种别人好像需要你，然后你非常会照顾人的这样状况之下，就是因为你心中其实缺乏了一个自信心，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一个人比较没有办法一个人活下去，你非常需要有那种被需要的感觉。那当然就是因为呢，你心中其实很渴望有一段感情可以成为你的依靠跟依赖，你因为有感情，然后说有一个人可以照顾，然后他就是会成为你的避风港，他就可以成为你的国王。因为其实在这个牌面上的话是很重的讯，就是都是女性角色的牌，所以你们的这种在面对说爱情或者人际关系的部分的话，你是非常需要安全感的，或者说你是非常需要有人可以来呵护你的，所以你其实内心里面是非常的期待，也是非常的渴望有一个人可以照顾你，但是就是很多人没有发现到你的这一块的部分。那但在对爱情的话，你其实要的并没有很多，你其实要的也没有条件很严苛，你只希望有一个人可以让你完全的相信他，你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的照顾到你的心情，可以成为你最重要的、最温暖的、最安全的、最牢不可破的避风港，一个灯塔。好，这边话就是在验证牌的资讯，如果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往下看，就是在月老呢想要透过塔罗牌卡上的资讯，想要告诉说选到这一组的你们，
当在面对于自己的朋友，或者说是身边的同事，或者是你所认识的人，无论是家人、亲人，任何的人都好，你一定要试着去展现出自己脆弱的那一面。你一定要能够透过沟通，或者是说出来的方式，让对方明确，或者说你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说你也是很需要被照顾，你也是很脆弱的。其实你心中的孤寂跟难受，大部分来说，你虽然呢一直把它掩饰得很好，你也不自觉的想要去隐藏起来，但是因为你其实很渴望被别人给照顾，你应该要坦率的让别人知道你也是很需要的，要不然你一直以来都感觉到你自己很孤寂、很难受，那其实久了之后，你也是会受伤，你也是会对这个世界感觉到很厌倦，你也会觉得说，怎么这个世界上都没有一个真正了解你的人？其实也是因为你一直以来都很害怕也会造成别人的困扰，或者是说，当你对别人有产生出一种比较求助，或者说，就是你会希望别人可以救你一把的时候，你会很担心会被别人给拒绝，或者说被别人给唾弃。其实，月老想告诉你说，真的可以放下心，就是那些一直以来都站在在你身边那种认识很多年的人的话，你可以试着对他们说出你那些心中真正的想法、真正的感受。那当你在对他们讲的时候，你也不要说希望他们可以给你一些方法、一些实际建议的方法，你必须要先能够让对方去了解到你的心情。那因为每个人是有自己不同的人生，那但对方所给予你的建议是属于他的人生中的历练所给予他的就是带给予他的这些的想法的成长，那当然也不一定是能够完全适用到你们身上。所以呢，我们可以先把我们的心情跟对方说，先让对方去做理解，然后让对方去了解自己。或许两人之间在谈话的时候，就可以蹦出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火花，或者是有一些更多的意想不到的方法可以存在。那在你们的所谓人际关系之中的话，尽可能的也可以就是去训练自己的口条，或者是说让自己能够去多信任他人一点之外，然后能够试着把自己内心之中真正的感受去说出来。但千万记得说出来的时候也不要太过于直白，还是要稍微有一点修饰，因为毕竟我们是要说出自己的感受，不是要去批判或者是说去否定某些的事情，而是把你心中，比如说我现在很难过，需要明确让对方知道说我为什么很难过，难过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说我现在好难过，那没有人知道你为什么很难过，类似像这样。所以会希望说你们一定要尝试着把自己心中那种最脆弱的那一面，或者说你想要让对方知道的感受，一定要试着说出来，不要就是怕对方否定自己，然后就一直隐藏起来。如果说你说出来对方否定你的话，就表示这人就不是适合你的人，那么也不要当朋友，你这样也是如果说把自己的人生的时间浪费在一些不适合自己的朋友的身上的话，其实你们也会觉得很累，你也会更加的觉得自己是很孤单的。就是说在对于朋友的这个部分的话，会希望说你们可以宁缺毋滥的状况，所以也会希望说你们可以尽可能去了解到你们在人际关系的部分很容易会把自己的身心灵给忽视掉了。一个人如果说身心灵就是忽视了，或者是说不健康了，也会表达在你的磁场，那做很多事情就会跟着不顺利。所以也千万不要因为人际关系给你造成生活中很大的压力，然后让你反而错失掉很多的更多的机会，或是说认识更多更好的人的可能性。因为好的磁场可以吸引到好的人，也会吸引到好的事情来到你们的身边。好，这边话呢就是在人际关系的讯息，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接下来我们来往下看，在选到这组的你们，月老呢想要透过卡牌的地方传递给你们讯息，就是在特别针对于爱情的部分的话，会希望说你们可以多试着拓展自己的交友圈，或者是多认识不同的人。如果说你们也可以多和你们的好朋友、信任的朋友一起多交流，或者是说多互动，或者说可以去找他们出去玩。那你们就是在爱情的领域、爱情的里面的话，你们除了就是对一个人专一，只有他之外，那你们也要
尝试着多去信任别人，或者是说多愿意接受朋友所给予你的建议，或者说朋友给予你的帮助。如果说你们都不说，或什么都不和他人分享的话，其实有时候容易会有判断错，因为你们在面对爱情的话，你们会比较相信所谓自己的直觉、自己的感觉，或者是自己的判断，但是不偏不倚。你们这些的判断跟直觉跟感觉，有时候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那在面对爱情，如果说都没有人可以讨论，或者说没有人可以分享的时候，就容易会有做出判断错误的决定，或者是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看得比较透彻，看得比较仔细。所以因此在塔罗牌地方，月老呢是希望你们可以调整你们自己在对待爱情的方式。那如果说你们是比较没有办法跟身边的人分享你们爱情的事情的话，那你们就可以上一些例如说像是迪卡或者是 PPT 的这些的网站，那就是可以让你们多去和所谓的同温层或者说类似的人可以给予你们一些建议，或者说你们可以多跟他们有这些的交流跟讨论。因为如果说你们太过度的去依赖自己的感觉，依赖自己的判断的话，就很容易会错失掉真正适合你的人，或者是月老所为你安排的人来到你们的身边。那有时候你们也容易呢会就是如果说真的有爱情跟友情同时存在的时候，你们有时候会不小心的难以去在从中做一个比如说权衡，或者是比较平等的付出，有时候会太过于倚重，或者是太过于偏颇某一段的关系，有时候会太偏颇友情，然后爱情就有点忽略了，或者说把爱情看得太重了，那友情又会不小心把它给放掉了。那当两个之间没有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其实你还蛮容易就是会有一些比较脾气暴躁，或者是会出现一些比较孤僻的行为。那当你失去了某一个的时候，另外一个反而会觉得有点压力大，或者是他会感觉比较沉重一点。所以会希望说你们可以尽可能的调整一下你们自己的方式，或者说改变一下你们在对于爱情，或者说在对于友情，或者是在对于人际的这个部分上的一些的互动，或者是这种付出的情况。然后如果说在你未来是真的有机会遇到心仪的对象，或是已经有稳定交往中的人的话，那也要跟你的所谓的异性啊，或者说是你喜欢的那种性别的朋友，是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就是说要懂得避嫌，就是不要因为说他只是我的好朋友，然后都不避嫌，其实这样会影响到你们在谈感情的这个关系之中。那我们当然也不是说要重色轻友，只是因为当你可能真的已经有另外一半了，所以一定要记得避嫌，或者是一定要尽可能的保持一点距离，那还是要有所互动。那这样的话其实会给对方更多的安全感。那在面对爱情的时候，你一定要尝试着跟对方或是你的另外一半表达明确的爱的感觉，或者说明确让对方知道说你是很爱他的，不要有那种酸言酸语，或者是也不要为了气他，然后就做出一些会去伤害到你这段感情的事情。你应该要明确让对方知道你为什么爱他，爱他什么，你讨厌他什么，要明确让他知道。所以表达爱的这个部分，或者说表达你的感受，这是一个你在面对于爱情或是人际关系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课题，所以你们也要切记这个部分。好，那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有帮助，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如果要订购手工饼干的朋友，也可以与洋洋做联络哦。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